上班摸鱼刷帖子，却意外救了我一命。帖子的标题就很炸裂，怀孕了不想要，但想把老公吃得死死的，求大神支招。置顶的高赞回复让我后脊背一阵发凉。这还不简单，找个倒霉蛋背锅呗。公司里新来的实习生，脸皮薄没心眼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要是有车的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到时候在他车里一出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想不认都不行。我当时就骂了一句：这也太损了吧，有点缺德。刚想点举报，身后却忽然传来一阵香风。小顾，你新买的那辆电车停在地库了吧？对，怎么了，曼姐？中午我去你车上歇个午觉，办公室太吵了。我这怀孕的人啊，就是需要点清静。刚才那个帖子的内容像弹幕一样在我脑子里疯狂滚动。我运气能这么好，一上来就碰到实战演练。等等我，这外卖也太慢了，害我多跑了一趟前台。小顾，让你久等了，这外卖太慢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看不出来吗？午休啊，走啊，愣着干嘛？外面好热。曼姐，大家都在办公室午休，而且我那车小，也睡不下2个人吧？办公室吵死了，空调跟没开一样。你这电车好啊，开空调不心疼，睡起来多舒服。那你睡我车里，我睡哪儿？你回办公室睡啊，你一个新人，多跟同事们处处，搞好关系。我这是在帮你融入集体，懂不？这座椅怎么调也太不舒服了吧！哼，愣着干嘛？上车呀，把空调打开。对了，你明天买个小桌板吧，不然我这吃东西看剧也太不方便了。我就说你这车不行，连个桌板都没有，杯架位置也不对。我想一边吃一边追剧，你这中控屏能装的软件也太少了，我都没法追剧。那些视频的 VIP 年会员你充了没？回头你帮我扫个码充一下，我方便追剧。曼姐，你老公开车的时候你也这么闹腾的吗？跟我老公比什么呀？我老公可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。不过你嘛，确实比不上他。那我可以给你个机会表现表现，明天把车收拾干净，我再来验收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吃太快了，顶着了。那要不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？不用不用，缓一下就好。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联想到刚才那个帖子，我心里莫名有些发慌。干嘛？帮我扔了，这点眼力劲都没有。我坐老公的车从来不管垃圾，都是他帮我收拾的。曼姐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你老公。那当然，你要是我老公，他该吃醋了。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这个女人嘴甜心黑，简直是天生的 PUA 大师。曼姐，我刚想起来得出去买个东西，外面太阳太大了，来回估计得1个多小时。要不你先回办公室睡。没事，你看你的，我睡我的，正好体验一下你车跑起来的隔音效果。不然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车里快变成蒸笼了。曼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还得至少40分钟呢。要不你先打个车回去，车费我报销。姐妹们，试过了，新车那傻小子让我在车里又吃又喝，气得脸都绿了，也没敢说一个不字。我还假装肚子疼试探了一下，他紧张的跟什么似的。这种新人最好拿捏了，心软脸皮薄，妥妥的冤大头。等事情成了，他肯定内疚到崩溃，到时候你说什么他信什么，严重点他一辈子都觉得亏欠你。以后你在公司就等于多了个免费奴隶。我试着用一个小号在帖子里留了言，这样对一个新人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利用别人的善良让人背这种黑锅，这不是纯粹的坑人吗？就叫社会，且这是在教他做人。有我这个老员工罩着他，他付出点代价怎么了？这女人嘴甜心黑，看着这些回复，再看着远处正兴奋打字的周曼，我彻底确认了，她就是帖子的楼主，她是真的在把我当冤大头，准备在我车里出事，然后让我背锅。实习生就好欺负，车位是公共的，如果我今天没刷到这个帖子，没看清他的真面目，让他得逞了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洗不清这个嫌疑。小顾啊，你那个车得做个除甲醛，味儿太冲了，我闻着头晕。还有，那个座椅包裹性不行，坐着不舒服。我这人嘴讲究，要求车子也讲究。车好不好，我坐一次就知道。你让我帮你体验体验，那可是找对人了。大家该不会以为是我在占周曼便宜吧？真当我是泥捏的？一个将计就计的计划在脑海中迅速成型。我要看看这位老员工在真正的大 boss 面前还能不能演得下去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曼姐，明天就麻烦你了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。陆总这个人是整个公司金字塔端的存在，
周曼不是喜欢拿新车做局，喜欢拿捏新人吗？那我就让他试试。陆总那辆刚落地还没捂热乎的顶配商务车，这次他要是还敢在里面出事，那可就不是赔点钱那么简单了。接下来就等他自己踩下来吧。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我根本没心思睡觉，翻来覆去的把周曼那个帖子从头到尾研究了遍，每一句回复，每一条留言，我都反复揣摩。帖子已经发了2个多星期，100多条回复。最让我心寒的是最早的一条，怀孕2个月了，我得找个理由让她觉得是别人害我的。有网友追问找谁背锅，他回复的那叫一个详细。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愣头青一个，刚买了辆新车，性格软好说话。我准备用他的车当案发现场，我看的手冰凉，这根本不是一时冲动，这是蓄谋已久的精准狩猎。他选中我不是靠关系，而是因为我是最符合他标准的猎物。我继续往下翻，又翻到一条条计划原形毕露的回复，要我分了3天吃。第1天已经搞定了，第2天中午在他车里吃，第3天下午就会发作。第2天一早，我提前了1个小时到公司，趁着办公室空无一人，我走到周曼的工位。他的计划很明确，第1天吃第1阶段，第2天中午吃第2阶段，然后在我车里休息几个小时，等下午上班前刚好发作。你小子有福气，帮陆总开这种车，顶配落地将近90个，你开出去比开自己的车都拉风。小顾，车停好了吧？哎呀，忙忘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曼姐。办事这么不靠谱，怎么在职场混？算了，我今天中午就将就一下吧。第2阶段的药吃了，从这一刻开始计时，4到6个小时。他中午12点左右吃药，那么发作时间就精准的卡在下午4点到6点之间。他的剧本应该是中午到我车里午休，睡到下午快下班，然后开始不舒服，在众人围观下出事。可惜今天他等来的不是我那辆白色的小电车。曼姐，今天还去车里？那还用说？行是行，不过今天陆总那边有个急活，我中午得赶工，可能下不去了。下不去正好，你在办公室忙，把钥匙给我就行。对了，曼姐，我那车今天限号，开的是我爸的车，就停在昨天那个位置旁边，黑色的那位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你爸的车，这么气派呢？感情好，正好久没坐过好车了，今天帮你体验体验。回头给你一份详细的测评报告。鱼咬钩了。堂哥，今天开我爸车来的，没地儿午休，只能办公室凑合一下了。你那辆小电车呢？哼，送去保养了。那周曼呢？他这几天不是天天蹭你车睡？曼姐说办公室太吵了，我想着反正我爸的车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把钥匙给他了，让他去车里待着了。这就够了。这些人都是我的证人。姐妹们，升级了！那个冤大头今天竟然开了他爸的奔驰商务车来，我的天，那座椅，那空间，我直接升级成贵妇体验了。肚子开始有点不舒服了，吃完这顿火锅，差不多就该开始办正事了。家人们，见红了，这算是开始了吧？量越来越多了，我是直接上去叫人好呢，还是让人下来看更有冲击力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小号回了一条。当然叫人下来看啊，现场直播才有视觉冲击力，大家都看看他的车有多脏。有道理，学到了。证据链已经完整了。喂，小顾，你方便下来一趟吗？车里出了点状况。曼姐，啥状况啊？我正给陆总赶文件呢，陆总催得急。你别磨蹭了，车里有点乱，我一个人弄不了，你快下来。行吧，行吧。
现在最关键的是，让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车是周曼在用，出了任何事都跟我没关系。小姑，小姑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快看看这里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曼姐，你在车里吃火锅了，还弄成这样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吃坏了肚子。刚才一阵难受没站稳，火锅洒了，然后我身体也出了点状况。这可坏了，曼姐，这车是我爸的，他那人脾气可暴躁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爸还能怪我？我这是在帮他体验新车，他得感谢我才对。回头请他吃顿好的，啥事儿没有。处理什么呀？多大点事儿，我帮你擦擦不就行了？江哥，我爸那辆车出了点问题，你能不能派个师傅来看看？小顾，你说这车是你爸的？对啊，我上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什么 4S 店啊？我说了，我帮你擦干净就行了。你是不是信我啊？顾然，你小子可真能碰到麻烦事儿。这车配置可不低，全真皮内饰，这清洁费可不便宜啊。后排这个是什么？这么大面积的污渍，座椅得拆下来深度清洗，控制台也要做全面清洁。如果真皮渗色严重，可能要换皮面，那就奔着2万去了。2万？你抢钱啊？就擦个椅子要2万？大姐，这是全进口真皮航空座椅，你觉得贵可以找别家。曼姐，新车保险还没生效呢，这车昨天才提回来。这是谁弄的？陆总为了这辆他费了不少心，他走之前再三叮嘱，车到了谁都不许碰。你倒好，在这里面涮上毛图了。你明知道这是陆总的车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存心让我跳坑？你说这是你爸的车。曼姐，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要用车，我没请你，钥匙也是你自己从我手里拿走的。至于是谁的车，你自己没问过一句是谁的。你就是给我下套！你一个刚转正的，敢算计老员工！周曼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件事何姐你别管这事，就是他故意陷害我。他昨天让我去他车里睡，今天就换了陆总的车也不说，这不是坑人是什么？周曼，这聊天记录上明明都是你主动的，聊天记录能说明什么？他当面对我可热情了。争辩没有意义。我拍个照发给陆总。别，何姐你千万别发，我赔还不行吗？多少钱我都赔。赔多少是陆总说了算，我只是先通知他。何姐，我怀孕了，今天受了这么大刺激，肚子一直不舒服。让他演，演得越狠，摔得就越惨。需要拍照取证吗？每个角落、每个污渍都给我拍清楚了。你作为行政主管，不第一时间汇报，最后追究起来你也有责任。陆总，这边出了点近况，需要您定夺。陆总，是我。周曼说要午休用车，把钥匙给他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对不起。我后天回来，车里任何东西都不许动，让 4S 店做记录就行，不要做任何清理，全部保留原样。陆总，周曼她身体不舒服，可能要休息几天。好的，陆总。让他下午在办公室等我，5点整，我视频连线。证据链已经完整了，他在做最后的挣扎。顾然，听说你把陆总的车借给周曼了？周曼这人以前在别的公司就干过不太妥当的事儿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但之前跟他同部门的苏若云说过，周曼用同样方法讹了一个新人一大笔钱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新人好像不小心碰了他一下，他就说受伤了，要人家赔好几万呢。具体我不太清楚，但之前跟他同部门的苏若云跟我说过一嘴，说周曼就是用同样的方法讹了一个新人一大笔钱。谁先说？周曼，你的说法呢？陆总，我是被骗的。顾然跟我说那是他爸的车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您的。
我以为只是同事之间互相照应，他主动接过的，结果他故意隐瞒事实，就是想害我。你怀孕的事儿跟你在我车里吃火锅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成年人，你在别人的新车里用明火煮火锅，这是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会做的事吗？陆总，我跟他说的原话是我爸的车，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来得及解释太多。但不管车是谁的，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在借来的新车里做出这么不妥当的事。郑主任，车的损失照价赔偿，从周曼后续的工资和奖金里扣。另外，我后天回来，这件事还没完，暂时保留人事处理意见。你也被周曼盯上了。若云姐，能跟我说说当年的事吗2年前我刚进那家公司，周曼对我特别好，像个亲姐姐一样。她说公司环境差，想在我车装午休，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。结果第2天，她就在我车里出事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她老公带着人来公司讨说法，说是我造成的，要我承担各种费用。公司怕事情闹大影响生意，逼着我和解，最后我赔了5万块，那是借遍了所有朋友才凑齐的。我1个月工资才4000，还了整整1年的债。最惨的是，公司最后还是把我辞退了，理由是给公司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钱没了，工作也没了。如果我没有刷到那个帖子，现在经历这一切的就是我。若云姐，你手里还有当时的证据吗？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和解协议，什么都行。有，我留着，万一有一天老天开眼。能发1份吗？可以。周曼的套路非常清晰，筛选猎物，主动接近，利用信任制造事故，老公闹事随后跑路。上一次她成功了，这一次她选了我，可这一次她的剧本我早就看过了。楼下有个自称周曼老公的男人找你，让他上来吧。你就是顾然？我是。我老婆怀孕2个多月，你故意把一辆有问题的车借给她，害得她在车里出了事，你知不知道？马先生，你说的有问题的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辆甲醛超标、味道刺鼻的车。那辆车不是我爸的，是我们公司陆总的新车。意思就是你老婆弄脏的那辆车是我们公司合伙人陆总的私人座驾，豪华顶配，落地价高档。陆总后天回来，赔偿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他谈。另外，你说你老婆怀孕的事，你知道她从几天前就开始吃药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老婆分3次吃的，每天1次。第1天在家里，第2天在我车上，第3天也就是昨天，吃完之后才在你面前发作。你放屁！你可以去问问医生，你老婆到底是不小心还是吃药造成的。你放屁！信不信由你，要我发给你吗？你自己去药店问，去网上查。这不可能，他跟我说他想要这个孩子的。你只是你老婆的工具人，一个用来施压、用来讹钱的工具。顾然，你到底跟我老公说了什么？实话，是你老公先来找我的，他拿着你躺在医院的卖惨照，说是我害了你。我只是把事实讲清楚而已，怎么就成了胡说八道？废话，我肚子里的事，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我懂你分3天吃了药，我懂你在网上发帖找替罪羊，我懂你在上一家公司用一模一样的手法讹了苏若云5万块钱。是吗？这个帖子是你发的吧？ ID 叫甜心宝妈，注册手机号尾后7823。别急，还有呢，这是你在陆总车里吃火锅的自拍，这是你发的见红了的帖子，这些你要不要自己看看？还是说我给大家念一下？你别逼我！你觉得你能扳倒我？我在公司5年了，你呢？一个刚转正的小……5年就可以让新人帮你背黑锅，5年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讹诈同事，这种事情传出去，你老公会怎么看你？你还在这行混得下去吗？小姑，你放过我行不行？我真的怀孕了，不管网上说了什么，不管网上说了什么，这个孩子是真的没有的，你就不能看在这个份上？曼姐，眼泪对我没用，你这是害人终害己。你在网上说的很清楚，是你自己不想要的。不要！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主动跟陆总承认错误，赔偿车的损失，然后自己写辞职走人，不然这些截图我会全部提交给陆总和人事部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他不会认输的，他在赌陆总看在老员工的情分上站在他那边。车呢？在地库原来的位置，还没动过。顾然、周曼，跟我下来。陆总，其实车的事真的可以解释，
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了。您看在我为公司干了5年的份上，谁先说？是顾然故意把您的车钥匙给我的，他骗我说是他爸的车。顾然，你说。陆总，周曼连续2天主动要在我车上午休，第2天他要求继续用车，我当时正好开着您让我提回来的这辆车，就把钥匙给了他。我承认我没有明确告知这是您的车，这是我的问题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车借给他？因为我发现他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午休。什么意思？周曼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，详细策划了如何利用新人的车制造虚假的意外，然后让新人背锅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。陆总，这些截图全是假的，是顾然故意骗害我。郑主任，你下来一趟，带上周曼的入职档案和考勤记录，通知法务部准备一份损失清单和追责函。另外，周曼的入职材料涉嫌造假，一并处理。周曼，你在公司干了5年，我一直没怎么管你，不是靠关系，而是你没碍我事儿。但今天你碍着我的事儿了。你上一家公司的离职原因写的是个人发展。3件事：第一，车的损失按 4S 店报价全额追缴，从他未结算的工资和年终奖里扣除。第二，入职材料造假的事儿按公司制度处理，解除劳动合同。第三，法务评估一下是否需要追究他其他的法律责任。2万6，我赔不起。顾然，你上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证据给我，而是选择先把我的车钥匙给他？陆总，如果我只是跟您举报，他没有造成实际损失，完全可以说在网上吹牛开玩笑，公司最多也就是警告一下，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。只有让他真正动手了，造成既成事实，证据链才完整，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在拿我的车当诱饵。我知道这件事我做的不地道，车的损失我也有一部分责任，该我承担的我不会推卸。你多大？23。转正多久了？1个月。先回去吧，车的事不用你管。陆总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这些话其实完全可以关起门来私下跟我说。刚才在车库里当着周曼的面问，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看看他在我面前？你在试探我？不敢，我只是想知道陆总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站在他那边的。从何姐发来照片的那一刻，你身上有股劲儿，我看得出来。但你是不是真的能扛住压力，我得亲眼确认。谢谢陆总。不用谢。回去好好干活，你转正的事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你的方案说了算。顾然，以后做事胆子可以大，但手段要更干净。这次是我的车，如果是重要客户的车呢？记住了，陆总。这条短信的信息量太大了，他不仅知道陆总提前回来的真实原因，还知道我舅舅的身份。陆总提前回来这件事只有3个人知道确切原因。我舅舅陆景辉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，这件事只有公司高层清楚。而我是他外甥这件事，我入职时只告诉了陆总1个人。周曼被辞退，表面上看是罪有应得，但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只是个棋子？有人想借他的手搞我，或者想借我的事搞陆总。不对，搞陆总不克可以用这么低劣的手段，那就是冲我来的。以前他可是每天至少过来2趟，找周曼聊天喝奶茶吐槽，是心虚还是避嫌？陆姐，有个跨部门协调的事想请教你。什么事？明珠项目需要跟你们市场部做数据对接，陆总让我提前跟你打招呼。行，你发邮件给我。好的，谢谢陆姐。这个 ID 从帖子发布的第1天就在回复，给周曼出的主意具体到令人发指，用实习生的车，记得选午休时间，人多的时候再叫 HR 下来，每条建议结尾都会加上一句你值得更好的。一模一样的口头禅，猎物的踪迹找到了，证据链闭合了。陆姐，坐。什么方案？你说吧。陆姐，那条匿名短信是你发的吧？什么匿名短信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是那条你舅舅的事，你以为没人知道是你发的？顾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无端指控！别急着否认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听完再回答。第一，
你有 OA 系统权限，能看到陆总行程变更，知道陆总提前回来不是为了车。你把这件事当成把柄，发短信吓唬我。第二，你经手过我的入职资料，知道我舅舅是顾景辉，所以你发那条短信是想告诉我，你手里有我的软肋。第三，你在论坛上用 ID 追求卓越，你给周曼出了1-2个星期的主意，包括怎么选目标，怎么利用午休，怎么制造现场，甚至你教他见红了叫人下来，越多越好。你有证据吗？陆姐，论坛上那个 ID 绑定的手机号尾号是7823，要不要我现在当着你的面登录验证一下？匿名举报信也是你写的吧？说我利用裙带关系入职，你明知道我走的正常流程，笔试、面试都有记录，但你就是要恶心我一下。顾然，你在公司待了多久？1个月。我在公司待了7年，7年，我加了无数的班，帮陆总处理了无数的烂摊子。你来了1个月，陆总就把他的新车交给你保管，凭什么呢？陆总把车钥匙给我，不是因为我舅舅，是因为他出差之前让我帮忙跟 4S 店对接，我手里正好有销售的联系方式。这件事任何一个实习生都可以做，只是刚好轮到我了。你真正应该问的不是凭什么，而是你这7年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人离不开你的事。我做什么了？你做了很多，但做的都是对别人有用的事，不是让人离不开的事。帮周曼出主意，写匿名举报信，打听我的背景，这些事占了你多少精力？你把精力花在防人和踩人上，自然就没有精力去做事了。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在一个公司待了7年还没晋升是什么滋味。我看着陆总从创业一路做到现在，我呢，我还是个主管。那陆姐，从现在开始，把对付我的心思全部用在项目上，你还有机会。我去找郑主任。顾然，周曼的事我确实给他出了主意，但我没想到真的会被搞那么狠，我以为是开玩笑。为什么不把韩露一起开了？开一个人很容易，难的是让一个人留下来之后心服口服的好好干活。韩露的能力不差，只是心态出了问题。这次跌个跟头未必是坏事。我有点理解他，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待了7年，看不到上升的希望，旁边的人一个个超过自己，那种感觉确实不好受。我理解不甘心是什么感觉，但我不认同他的做法。不甘心可以变成动力，也可以变成毒药，他选了后者。你舅舅的事既然已经传开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大大方方亮出来，谁要是觉得我是靠关系进来的，那就用工作成绩说话。不管了，藏着掖着反而给人留把柄，不如大大方方亮出来。谁要是觉得我是靠关系进来的，那就用工作成绩说话。周曼，你还是不死心，你被辞退了就在网上买黑稿来泼脏水。行，你要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我要写的不是一篇情绪化的控诉，而是一份完整的事实陈述，每一个证据都按时间排列，附上截图和时间。我是那个仗势欺人的实习生，这是全部真相，每一条都接受任何形式的核查。可以，你要报警？对，2年前的事，我不想再忍了。好，我发给你。你知道吗？被辞退那天，我在公司坐了3个小时。我一直说是我哪里做错了，是不是我不够小心？是不是我这种性格，我就活该被人欺？看完你发的那些证据，我才明白，错的从来不是我。若云姐，2年前没人帮你，但这次我陪你一起。这件事法律上、舆论上、道德上都已经有了定论，剩下的是司法机关的事。陆总把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明珠美妆品牌的全案策划交给了我，预算是200万，要求是3个月内品牌搜索指数增长300%，做好了转正板上钉钉，做不好所有人都会说果然是靠关系进来的，没真本事。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。明珠，这不是陆总的重点项目吗？给你了。对。来，需要帮忙就说。谢了，老唐。顾然，你这是要起飞啊！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，这是顶级的开局。就5个字，预算控制的不错，但对我来说，比任何表扬都有质量。
签了。做的不错，谢谢陆总。顾然，你舅舅昨天给我打电话，问你干的怎么样？他说那小子没给你惹麻烦吧？您怎么回的？你以为你舅舅为什么让我把明珠项目交给你？你舅的原话是，那小子需要证明自己的机会，给他一个谁都挑不出毛病的项目，做成了是他的本事，做不成说明他该回学校再读2年。3个月，从差点被坑的冤大头到项目负责人，再到正式转正，这条路走的不算容易，但值了。顾总，以后发达了，别忘了兄弟们啊！一定。苏若云拿到了5万块赔偿，周曼被判处诈骗罪，缓刑2年。马俊和他离了婚，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韩莲在市场部做普通职员，做事低调了很多，偶尔在走廊里碰到，他会点一下头，我也点一下头，没有多余的寒暄。这开局顶级的。顾老师好，我叫徐小周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坐吧。那时候我也以为职场就是好好干活，跟同事搞好关系，直到差点被人坑的渣都不剩。小楼，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想借你的车午休，你怎么回答？顾老师，那如果对方真的很可怜呢？万一他是真的需要帮忙，我拒绝了，会不会太冷血？小周，你记住，职场上帮你的人，从来不靠可怜来让你帮。真有困难的人会走正常流程求助，一上来就打感情牌，让你觉得不帮就是冷血的人，多半在给你下套。顾老师，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的？被人坑过一次就学会了，所以我才不想让你也走这条路。有些道理光靠讲是讲不明白的，得自己摔过跟头才知道疼。但我不想让他摔跟头。谢谢顾老师。小五董事会的材料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你发你邮箱。你舅舅看到这个了吗？看到了，他说让我别飘。年营收突破3亿2千万，净利润5100万，比去年增长58%。不错。3年了，终于站到了这里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早就翻篇了。3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。顾然，我刚拿到销售数据，全部能跟 KPI 提前2个月完成了。陆总说要给我们开庆功会。行，今晚我请客，叫上老唐他们。那些曾经让我愤怒、紧张、彻夜难眠的人和事，现在回头看，不过是我职业生涯里的一块垫脚石。没有周曼，我不会那么快学会保护自己；没有那个帖子，我可能还在做一个人人拿捏的老好人；没有明珠项目，我也不会这么快证明自己。所以某种意义上，我还得感谢他。当然，这句话我不会当着他的面说。路的尽头是新的开始。